装修是个无底洞，能省则省。如果你是刚需装修，那么下面要说的这几个傻事可千万不要再做了，否则的话，可能钱没少花，等到后悔的时候，却发现一切都晚了。没有经历就没有发言权。作为一个服务过上百位业主的装修博主，本期就来告诉你装修中哪些东西不能装，哪些事情不要做。当然了，如果你不差钱，什么都想要好的，那么这些装修建议对你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建议你现在就可以划走了。一、不要选太贵的瓷砖，尽量避开深色砖。瓷砖经过这个市场几十年的技术发展，甚至更长时间的检验，它的工艺和质量标准已经非常成熟了，所以根本就不需要买太贵的。特别是一些大品牌的高端款，动辄就要卖到几百元一片，和几十元一片的相比，也仅仅是规格和花色不同而已。选瓷砖只要花色喜欢，性能参数达标就可以了。瓷砖选购建议：一、首选800×800的地砖，不仅价格便宜，工费也便宜，后期做好瓷砖美缝，从装修效果上来看，区别真的不大。二、尽量不选深色的，特别是小户型，深色地砖会让房间显暗，压抑不说，还不耐脏，总觉得上面一层灰，老是擦不净。三、亮面砖也不要选，无论你装什么灯，它都能映射出来特别丑，而且后期全屋定制和家具也非常难搭配。建议选素色哑光或柔光砖，不会反光，空间还显亮堂。二、不要做太复杂的天花顶或造型顶，你还在信奉无吊顶不装修的传统观念吗？但事实上，很多人都搞错了，吊顶的真正作用就是用来遮丑、隐藏设备的。不可否认，以前装修吊顶是标配，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真的不要再考虑那些复杂的天花顶了。你做吊顶的目的是啥？是嫌家里的房子不够小，层高不够矮吗？而且你要知道，吊顶越复杂，造价越高，后期不仅积灰难打扫，还非常容易过时。吊顶的装修建议：一、如果家里装了中央空调或者风管机，必须要做吊顶，可以根据需求做局部边吊，不要做拉平满吊，实现功能即可。二、如果实在觉得不做吊顶，空间太单调，可以沿墙顶面四周做一圈双眼皮石膏线，这样做既节省了预算，又实现了装饰效果，还不占层高。三、不要做复杂的电视背景墙，轻装修、重装饰永远不是一句空话。现代装修原则上是越简单越不会过时。不信的话，你想一想看，电视背景墙从10年前的花开富贵大理石，再到5年前的硅藻泥造型，前年的岩板格栅背景墙，是不是现在都过时了？实话实说，现在家庭电视的存在感都越来越低了，更何况是毫无意义的电视墙。我把话放这，不出3年就没有电视背景墙这个东西的存在了。电视墙装修建议：一、如果你家很少看电视，不如直接大白墙加一个100寸的投影幕布，简约高级，还不会过时。或者是75寸电视加一组悬空电视柜，既省钱又实用。二、如果家里面积小，柜子不够用的话，建议直接做一面墙的收纳柜，既有装饰作用，又能满足储物需求。四、不要选科技布材质的沙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刮起来的风，市场上开始流行科技布沙发，商家包装出来的营销说辞是既有真皮的质感，又有布艺的舒适度。事实上，它既不是皮也不是布，就是人造仿皮上做了涂层工艺，这种材料十分不成熟，寿命特别短，还不耐脏，基本上用个3-2年就开裂掉皮。咱用脑子想想，合成的东西质量能好到哪去？沙发选购建议：一、材质要么买真皮，要么买布艺。真皮质感好，档次高，布艺温馨百搭，舒适透气，其他材质一概不要考虑。二、款式建议选直排加单椅的搭配，客厅选轻盈不拥挤，带贵妃位的 L 型组合沙发，只适合大别墅或大平层的大户型。三、建议在高脚或落地款之间做选择，传统的矮脚沙发底部卫生难清洁。五、浴室柜不要装台上盆或者是岩板一体盆。首先，台上盆一定不要装了，都是几年前的产物了，基本已经淘汰了。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台盆四周藏污纳垢，特别不好清洁，而且台盆还很浅，平时想洗个头、洗个脸都容易溅一身水，非常不好用。再来说下岩板一体盆，这东西就是外强中干，别看它颜值高，但缺点一大堆。首先说是一体盆，根本不存在，都是拼接的，这就导致它打胶的地方容易脱胶、漏水、发黄，严重的还会掉底儿。其次，岩板没办法做弧度，所以下水非常慢，
盆底会经常积水。另外，因为都是直角缝隙，造成全是卫生死角。洗漱盆选购建议：一、建议首选陶瓷一体盆，经过市场考验，工艺成熟，而且好打理，不存在藏污纳垢的缝隙，清洁起来也省心省事。二、建议规格尽量选大尺寸的，深度最好在17厘米以上，洗漱时不容易溅水。六、不要装造型太复杂的吊灯，千万不要觉得家里装修的太普通，装个水晶吊灯就显得富丽堂皇了。过去装修，人家装个水晶吊灯就是为了炫耀、臭显摆，让人感觉装修肯定花了不少钱。现在装修追求的是舒适性、实用性，你再装水晶灯、欧式吊灯，不就是个笑话吗？不伦不类、不土不洋的和什么风格都很难搭。装修灯具建议：一、如果你家是别墅或大宅，建议也别装水晶吊灯，又贵又难打理，还占空间。有那个预算，不如做个全屋无主灯设计。记住，无论你家什么挑高，只有装大平棚，家里才显得大气。二、普通住宅建议就选择造型简单的吸顶灯，好看的款式也很多，灯光明亮又好打理。最后想说，装修房子是用来居住的，不是用来欣赏的，没必要为了追求极致的装修效果，去浪费辛苦攒下来的血汗钱。即便是装好了，也不会提升你入住后的生活质量，不如把钱省下来，买一个好点的洗碗机、洗烘套装、智能马桶，这些天天用到的东西才会真正的提高你和家人的生活品质。还是那句话，刚需家庭装修一定要务实，把钱花在刀刃上，切忌盲目跟风。装修是一件很繁琐的事情，因为涉及到的东西太多了，如果一些细节没做好，后期很容易出问题。所以说，装修千万不要当甩手掌柜，有些重要的施工节点，往往都是工人喜欢偷工减料，业主最容易踩坑的地方。如果你不关心，等到入住后才发现，到时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本期小东就给大家整理了家里装修一定要紧盯的8个地方，不管你是找装修公司还是自己装，这些地方施工的时候你一定要到场。一、盯房屋拆改。很多人对装修拆除环节并不重视，觉得包给装修公司或工头，自己就不用管了。但实际上，在装修拆除环节，如果施工不到位，或者保护措施没做好，后期的安全隐患极大。所以，咱们现场要紧盯，不要拆错，千万不要破坏房屋的承重墙、承重梁等地方。另外，在项目施工前，必须要提前把拆除区域的管道、下水口做好保护，避免装修垃圾砸到管道，或者掉落进下水管造成堵塞。二、盯卫生间回填。很多不负责任的装修工人会用建筑垃圾回填卫生间，这种做法也非常普遍。什么破碎的石膏板、碎石块、施工剩下的边角余料，甚至是现场的垃圾袋，如果不去现场，你根本无法想象卫生间底下都是些什么东西。所以，在这个项目施工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卫生间的回填材料是什么，遇到不安全的、不合理的、不合规范的，立马制止。三、盯材料进场。无论是装修涉及到的主材还是辅材进场，都必须亲自到场验收，特别是涉及到的一些隐蔽工程材料，比如电线、水管、石膏板、腻子粉、防水涂料等，都要拿着当初你签合同时的材料单一核对，包括核对品牌、核对型号以及数量，检验是否有调包或更换情况，并且要及时抽检，并且查验防伪，因为这部分材料等你装修完之后很难发现不符情况，等后期出了问题，一切可就晚了。四、盯水电交底。水电现场定位的时，一定要盯紧，做到心中有数。因为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同，水电师傅一般都是按照最常规的方式去布置点位，师傅往往不会想到你的一些特殊需求，所以现场一定要盯紧水电点位是不是合适，核对所有的水电点位没问题的再施工，包括插座的高度是否合理，数量够不够用，位置是否会被家具遮挡等问题，否则后期更改劳民伤财，也会给入住后的生活带来很大不便。五、盯防水施工。防水的重要性大家都懂，这个项目如果施工不到位，不仅会影响自家，严重的还会影响到邻里关系。首先，防水材料务必要按照强刚地柔的形式来做，墙面刚性防水，地面柔性防水，不能只用一种。其次，卫生间湿区防水高度一定要做到 1.8 米以上，其他位置地面反50公分。另外，防水至少要刷2遍，一遍刷完之后，必须要等到干透之后再刷。还有，防水施工完闭水实验要48小时，尤其是要观察马桶、下水管的位置，不能漏水。最后还要亲自到楼下的邻居家看一看，卫生间顶面不能有任何漏水渗水情况，否则防水要重新做。
6. 盯瓦工铺砖。现在的瓦工师傅都太有想法了，你不交代清楚，他就给你自由发挥了，往往怎么省事怎么来。所以说，在瓦工施工的时候，不是盯铺砖的过程，而是要盯着几个关键点。第一，铺砖前一定要在现场按照瓷砖的铺贴图纸现场1:1进行排版，确保完工后的效果以及最大程度的不浪费砖。第二，要提前和师傅确认好卫生间和厨房区域，墙地要通风铺贴，瓷砖仰角要做海棠角处理，不要用瓷砖仰角条收边。第三，卫生间地漏要做回字形，还有确保地漏处于地面的最低点，防止淋雨时地面积水。第四，如果做壁龛要做坡度，卫生间门是要做单包门套还是双包门套，也要提前交代清楚。以上这些细节都要在瓦工施工前确认后，最后按照瓦工验收标准进行验收。7. 盯油工刷墙，墙面施工不到位，不仅会影响施工质量，还会影响到整体的装修效果。油漆师傅主要涉及到墙面大白和乳胶漆两部分。首先，墙面刮白前，如果房子墙面和顶面有腻子的，一定要铲除干净，不然后期肯定会大面积开裂和起皮。另外，有些工人为了施工快好干活，往往会在腻子粉里面加大量的胶水，看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制止，不然环保就是个大问题。刷乳胶漆的时候，你一定要在现场，特别是带色乳胶漆，色卡和实际效果不一定完全一样，不现场看的话，很容易翻车。所以刷之前让油工小范围涂刷试一下，没问题的话再进行大面的涂刷。8. 盯定制柜安装。成品定制柜讲究的是3分看产品，7分靠安装。再环保的板材，再好看的花色，如果安装不到位也是白搭。而且定制柜的安装质量和标准也直接决定了后期使用是否方便，很多细节处理也会直接影响整体美观性和效果。所以说，在这个项目施工时，自己千万不要偷懒，在紧盯安装的每一个细节，遇到问题发现有不合理的地方，要第一时间处理，不要仁慈和纠结。特别是发现现场安装和后期使用有冲突和使用不便的情况，要马上叫停，与定制商家或设计师沟通好后，再进行接下来的安装工作，这样才能确保最后的成品效果。结语：装修是细节决定成败，不要觉得自己是外行就想当甩手掌柜，即使自己不懂，也要多去盯现场，往往你在现场对工人也会起到威慑作用。虽然装修需要盯的事情很多，但只要把握好大方向，同时注意小的细节，这样一定能达到很好的装修效果。新房装修在家具的选择上，尺寸并不是越大越好，比如方形大茶几、L 型转角大沙发、2米以上的卧室床等等，它们既不好用又占地方，而且价格也贵。但是不可否认，有些家居用品以及家用电器却是越大越好用。比如我下面要分享的这8个东西，建议你买大不买小。1. 电视的尺寸要大。虽说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的冲击下，电视的存在感越来越低，但有一说一，电视依然是家庭装修中的刚需电器。如果客厅背景墙不挂个电视，总觉得少点什么。所以我的原则是，电视可以不买贵的，但尺寸一定要买大的。一方面是因为大屏幕带来的视觉冲击力以及画面的沉浸感都是小屏幕无法体验到的，另一方面即使不看，挂在墙上也显气派。所以说千万别去相信什么按照户型选尺寸，那就是伪命题。记住，预算范围内能买85寸的就不选75寸的，户型再小也不要低于65寸。2. 瓷砖的规格要大。家里装修，瓷砖一定要有，用过的人都知道，不管是地面瓷砖还是墙面瓷砖，尺寸规格越大，意味着缝隙越少，铺贴完的效果越大气。所以就地砖来说，除非你家是小于100平的户型，不然尽量选大尺寸，比如750乘以1500这个规格，目前也是公认最上档次、最出效果、最好看的比例。当然预算吃紧，退一步选择800乘以800规格的通铺，人工费和价格都会省很多。最不推荐的是600乘以1200规格的，价格贵不说，铺贴完还显小气。在我看来，这个尺寸更适合铺贴在厨房和卫生间的墙面，高度2.4米，顺着贴刚好2片砖，不仅显高，而且缝隙少，卫生好打理，也显大气。3. 油烟机的性能要大。买厨房油烟机，不是牌子越大，价格越贵越好。其实衡量一台油烟机好坏，主要就看吸力、风压和油脂分离度这3个性能参数。原则上来说，建议选大不选小。比如吸力越大，意味着排油烟的性能越强，所以排风量一定要大，建议至少要选择18立方米每分钟以上，即使爆炒也毫无压力。风压越大，
代表着排烟动力越足，特别是高层住宅，建议至少选择400帕以上，才能避免油烟倒灌。此外，油脂分离度越高，后期清洗烟机越省心，使用寿命越长。建议选择92%以上的，满足以上这3个条件，即使1-2千元的机器一样好用。4. 冰箱的容量要大，冰箱的容量真的要选大的，特别是经历过疫情的特殊时期，日常囤粮囤菜成为了家常便饭。很多选择小容量冰箱的家庭，因为食材放不下，只能被迫再去购置一台冰柜，所以有过惨痛经历之后才发现，大容量的冰箱才更实用。像我家目前就是一台450升的大容量冰箱，囤货能力简直没话说，塞满之后够一家人吃上1个月的。很多人担心食物在冰箱存放太久会不新鲜，其实现在冰箱的制冷技术一直在提升，好的冰箱在锁水、保鲜方面完全没问题。比如目前的双制冷循环的10字门或法式多门冰箱，不仅容量大，而且还有分区储存空间，在除菌净味方面也技术先进。5. 水槽的尺寸要大，对于厨房洗菜盆的选择上，是装单盆好用还是双盆实用，一直争议不断。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不管是单槽也好，还是双槽也罢，只有能放下炒菜锅的才实用。所以说，如果你家是小厨房，台面空间有限，建议首选75厘米以上长度的大单槽，刷洗大一点的锅碗瓢盆也没问题。如果不受台面空间限制，可以选择90厘米以上长度的双槽，单边尺寸45公分以上也能摆下锅具，另一边用来沥水洗菜，更干净卫生。另外，水槽建议安装台下盆，比台上盆好打理卫生，比台中盆更美观，再搭配个抽拉龙头，方便后期清理水槽卫生。6. 柜子的收纳空间要大，有过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日子过久了，东西会越来越多，如果收纳储物柜不够用，家里的杂物就会到处堆放，不仅显乱，还不够整洁。所以不如装修前就把家里的柜子做大一些，这样收纳的空间也就越多。比如说入户的鞋柜、餐厅的餐边柜、厨房的橱柜、卫生间的浴室柜、卧室的衣柜等，能做通顶就不留空，多加几组抽屉，收纳也更方便。另外，建议首选定制，不买成品。定制可以根据空间尺寸合理规划，布局更灵活，收纳空间也更充分。比如说鞋柜可以设计活动层板，摆放不同季节的鞋子，可以随时调节高度。衣柜内部空间也可以设计多座挂衣区，比叠放区更实用。7. 空调的匹数要大，要知道空调的匹数越大，制冷的效果越好，升温降温的速度也越快，所以千万不要为了省几百块钱去选择小匹数的空调，特别是面积比较大的房间，装个小匹数的空调，那就相当于小马拉大车，不仅起不到制冷降温的效果，而且还很费电。所以不管你是装壁挂空调还是柜机，都建议你根据房间面积选择买大半匹或1匹更为合适，后期使用起来也比较舒心。当然，如果空调使用频率高，想省电，建议首选变频1级能效，如果不经常使用，想省钱可以选择定频空调。8. 洗碗机的套数要大，家用洗碗机虽说不像洗衣机那么普及，但却是可以提升生活品质的电器。对于有需求的家庭，我的建议是套数选择上买大不买小。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家里人口少，买个6套或8套的基本也就够用了，但是你别忘了，一顿饭下来可不单单只有餐具和碗碟要洗，还要有锅具和炒菜勺要洗。洗碗机的套数太小，意味着容量就小，大一点的锅具还要手洗，根本不能彻底解放双手。如果要装，就买13套以上的大容量，一次性把锅碗瓢盆都能扔进去，才更省心省力。如果担心餐具少的时候耗时常费水费电，可以选择带分层洗和快洗功能的。此外，选择有存储杀菌功能的洗碗机更实用，省去单独再装消毒柜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中的家电产品也是越来越丰富，有些好的产品确实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而有些家电我们自身并没有体验过，可能会被产品过度的宣传所误导，花了很贵的钱买到家里，用过才知道并没有到达预期的效果，完全就是鸡肋产品。其中这4个电器产品呢，表面看都有一定的功能和核心卖点，但等你真正使用上，可能就会发现体验感根本不好。如果你正在考虑购买的话，建议你能耐心看完，或许会帮助你省下一笔智商税。水槽式洗碗机，洗碗机在家庭生活中已经非常普遍了，甚至很多年轻人结婚装修新房，洗碗机被列为厨房必备电器之一。不得不说，洗碗机确实可以提高现代人生活的幸福指数，从此告别亲身洗碗筷的烦恼，彻底解放双手。有了它，爱人之间的吵架次数都减少了。但真的不是所有的洗碗机都很好用，
例如水槽式洗碗机，我就不是很推荐。很多人之所以选择水槽式洗碗机，多数是看中它不占橱柜空间，外形简洁美观，而且是上翻盖设计，洗碗洗菜不用弯腰，拿取也更加方便。但是水槽式洗碗机的缺点还是很明显的。第一就是容量较小，一般只有6到8套，只能洗碗筷，大一点的锅具根本放不下，最后还得手洗，就失去了彻底解放双手的初衷。第二，水槽和洗碗机是一体式的，占用了一个水槽位置，安装时台面开孔较大，而水槽式洗碗机重量大，运行时会频繁震动，对台面承重要求很高，时间久了会有掉落的风险。第三，就是维修成本高，万一哪天洗碗机坏了，就需要拆卸水管不说，连水槽都用不了了。小东建议，水槽式洗碗机缺点很多，价格却不便宜，市场上6套、8套容量的也要卖到5000左右，你倒不如一步到位买个12或13套嵌入式的洗碗机，才多花个1-2千块，洗涤效果和容量都比水槽式的好太多。壁挂式洗衣机，壁挂式洗衣机的主打卖点就是精洗杀菌功能，大多数人选择壁挂式洗衣机都是家里的孩子买的，为了分开洗更卫生干净。不过实话实说，壁挂式洗衣机虽然能够避免衣物混洗，但自身的缺点也蛮多的。首先就是安装，壁挂式洗衣机要求安装在承重墙上，不然墙面会裂开，还有掉落的风险，后期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第二，我们都知道精洗是在于质量而不是数量，目前壁挂式洗衣的容量只有3000克左右，难道你指望那么小的机器能有什么好的杀菌效果？其实现在好一点的洗衣机肯定要比壁挂式的杀菌效果好太多。其次，壁挂式洗衣机因为空间小夹缝小，排污结构紧凑，反而内部更容易脏，容易滋生细菌。还有，壁挂式洗衣机价格基本是2000起步，比普通的洗衣机还要贵，性价比实在不高。小东建议，如果你真是个懒人，想用来洗内衣和袜子，不如就买个小型的落地式洗衣机，才几百块钱，用坏了直接扔掉换新的也不心疼。假如你是给家里的宝宝买，还不如买个波轮洗衣机更实际。洗烘一体机洗衣机是家庭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电器之一，对于很多居住在南方地区的朋友来说，赶上梅雨季节天气，洗完的衣物可能晾晒10天半个月都无法彻底干透，对于这个问题很是头疼。那么在选择洗衣机时，更需要的是烘干功能。那市面上有独立干衣机和洗烘一体机，可能多数人会选择洗烘一体机。大家可能会认为，与其花一台机器的价格实现2台机器的功能，还节省空间不占地方，洗烘一次性完成，还免去倒腾的烦恼，无疑是最佳选择。其实洗烘一体机看似功能很完善，但缺点也同样明显。比如说，你日常烘干功能使用率很高，那么日积月累消耗的水电费完全可以负荷一台烘干机了。原因有3点：第一，一般家庭平时总要洗烘一些床单、被褥等大件的需求，而洗烘一体机通常烘干容量占到洗涤容量的2/3，也就是说，你洗完一桶还得拿出一部分衣物分批烘干，反而增加了烘干时间，变得很鸡肋。第二，烘干效果也不如独立式的干衣机。咱们都知道，市场上主流的干衣机大多采用的是热泵式烘干方式，在低温控制和衣物呵护和节能高效方面肯定更胜一筹。而洗烘机目前还是传统的冷凝式，原理就相当于电吹风，烘干效果不均匀，而且烘干温度较高，耗电量高不说，还对衣物的损伤比较大。第三，也是购买过洗烘一体机用户诟病最多的一个，就是绒毛残留问题。目前洗烘一体机不少都不带绒毛收集器的，这就造成衣物绒毛进入烘道，除了会影响洗衣机的使用寿命外，也很容易积聚细菌，导致衣物2次污染。小东建议，如果家里实在空间不足，预算也一般的话，可以考虑洗烘一体机，但需要注意机器是否具备自洁功能，其次必须是可定期拆洗清理的。如果条件允许，更建议选择独立式的热泵干衣机，性价比更高。消毒柜市面上有独立式和嵌入式2种，价格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其实消毒柜没什么特别复杂的高深技术，只要能满足消毒杀菌、清洁干燥功能就足够了。那些带花里胡哨的附加功能的，你可能永远都用不上。其次，消毒柜其实是家庭电器中闲置率最高的，一年到头可能也用不了几次，大部分家庭买回来也只是把它当成普通碗柜罢了。因为平常家里就那么几口人吃饭，又不是在餐馆人多口杂的，需要每天消毒杀菌，性价比实在不高。小东建议，有条件的不如直接买个带消毒功能的洗碗机，消毒杀菌，存储碗筷，还能解放双手，
岂不是一举三得？新房装修，厨房设计尤为重要，尤其是对于烟机灶具的选择更为关键。那究竟是选择集成灶还是选择普通的烟机灶具？相信是很多业主比较关心的问题。集成灶作为一种新式的厨电产品，大家对它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有的人说非常好用，真是烹饪的好帮手；也有的人说这玩意就是鸡肋，妥妥的智商税。那备受关注的集成灶究竟值不值得买？它相比于普通的烟机灶具有哪些优势和不足？我家集成灶用了2年多了，本期就和大家聊聊真实的使用感受。首先和大家说一下什么是集成灶。集成灶其实就是由机顶、灶具、消毒柜、蒸箱、储藏柜、集烟枪、风轮、电机等等来组成。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多种电器的集成组合，常见的就是2+X 组合，其中2代表的是烟机和灶具， X 代表是个性选择，比如集成的消毒柜、烘干柜、蒸箱、烤箱等多样化的选择，可以根据消费者的不同需求灵活搭配，满足不同家庭的使用需求。我当初为什么会选择集成灶？它的优势在哪？一、吸油烟效果好，集成灶在吸油烟方面是有绝对优势的，这主要是因为它是采用侧吸下排的方式，吸烟口离灶台会更近，完全可以真正做到油烟不过脸。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集成灶油烟吸净率都可以达到95%以上，相比于传统的烟机，无论是侧吸还是顶吸，油烟在空气中停留的距离都是过长，在这点上是无法和集成灶进行比拟的。我家2年使用下来，虽然没有进行专业的检测，但做饭时的油烟明显变少了。2、更节省空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的新房户型一般都是大客厅、小厨房，我家也不例外。因为厨房比较小，所以对于厨房设计如何利用好空间就变得尤为重要。集成灶的特点是不占用吊柜的空间，比传统烟机能多出1米吊柜的储藏空间。第2点就是它的集成功能不需要再单独购置所需电器，比如我家的这款，除了烟机灶具外，还具备蒸烤和消毒功能，满足实用性的同时，更大程度的节省我家厨房的空间。3、颜值高，档次高。集成灶还有一点比较吸引我的，就是颜值颇高。它是把烟机、灶具组合成一体机，所以在外观设计上更好看，给人一种高端大气的感觉。尤其是在厨房设计上，和橱柜搭在一起，整体性更好，也一定程度的提升了厨房的装修档次。当然，每个人的审美是不同的，这也仅代表我的个人观点。集成灶这么好，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买？它的不足之处在哪？一、价格太贵。集成灶之所以市场销量不高，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价格太贵。像市面上的传统烟机，4-5千块钱价位的，基本就能买到一个不错的品牌套装，但是这个价格的集成灶，大概率只能选到个入门级别的低端产品，不但功能少，品质也很难保障。稍微带点功能的品牌集成灶，基本都在1万元以上。像我家这台当初入手时就花了12000个大洋。据我了解，这个价格的产品也是集成灶市场销售的主力军。换言之，和普通的烟机灶具相比，这个价格也确实太贵了，很多消费者根本不愿意在这方面花太多钱。2、功能实用性不高。上面也提到，集成灶是属于多种电器组合，但功能实用性并不高。比如就拿最常见的蒸烤箱和消毒柜功能来说，首先集成灶并无蒸烤技术积累，换言之，相比专业的蒸烤品牌机，在性能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其次，因为排烟机和机身内部管道占用很大空间，导致消毒柜或者蒸烤箱容量非常有限，主要原因是进深不足。另外，如果家庭不需要消毒柜的话，那么消毒柜的功能就显得比较鸡肋，而且也没办法改成其他的功能。3、维修比较麻烦。集成灶是一体化的集成设计，属于多模块的电器组合，这就导致后期一旦出现故障，维修更换都比较麻烦，可能一个零件坏了就会影响整机的使用。而且集成灶的内部设计也比较复杂，部分情况下可能还需要返厂维修，这就相当的麻烦了。当然，现在的主流集成灶大多数采用的是独立模块化设计，维修起来相对会省心很多。4、有安全方面的顾虑，很多人不买集成灶也是担心有安全问题。很多消费者对于集成灶的印象还停留在第1代产品上，那时候因为技术不成熟，确实有过爆炸的新闻。不过集成灶经过3代发展，已经可以避免深坑式集成灶的安全隐患。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市面上一些3无产品组装机虽然价格便宜，但是安全是没有保证的。建议大家买集成灶还是要认准大品牌，比如像美大、火星人、森哥、益田等，在产品质量和售后方面都有保障。总结一下，集成灶值不值得购买？
首先，你要知道，不论是任何一种电器产品，都不可能做到100%完美。对于集成灶也是如此，有优点就会有不足，是否值得购买，完全看个人的自身条件和需求。在我看来，如果家里做开放式厨房，就比较适合选集成灶，毕竟它在吸油烟方面要强于传统烟机，而且颜值和档次也够用。另外，家里的厨房空间太小，也可以选择集成灶，空间的合理利用率更高。换言之，如果考虑购买成本，还担心后期维护问题，那不如选择传统烟机灶具更实用。